我娘生我当天，全城的喜鹊发了疯似的向我家房顶集结，我爹吓坏了，赶忙出门查看，只见喜鹊成群结队，遮天蔽日，最终在我家房顶到城东顾将军府之间搭成了一座鹊桥。街头看向的老瞎子激动地敲着竹板：天降鹊桥，天作之合，这两家要出龙凤胎，乃是天定的姻缘呐！果然，当天顾家生下一个男婴，而我娘则生下了哇哇大哭的我。于是我爹便将我和他定下了娃娃亲。怎料当晚边关传来紧急军情，顾将军连夜带着家眷以及刚出生的儿子前去守城。转眼过了18年，爹娘正欢欢喜喜地筹备亲事，只待顾昭凯旋后与我成亲。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为国捐躯、尸骨无存的噩耗。顾家二老哭得肝肠寸断，我爹义薄云天，一拍大腿：既然定了娃娃亲，一个妥抹一个钉。于是我就在全城人同情的目光中，对着一只公鸡和一个黑漆漆的牌位掰了糖。新婚之夜，红烛高燃，我一个人坐在床边，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和我那素未谋面的夫君牌位，开启了婚后的第一次念叨：夫君啊，你我素未谋面，你就这么撒手人寰，你说你图啥？你看这喜酒，女儿红埋了18年，可惜了，你没口福喝。我一边念叨，一边将酒一饮而尽。念叨累了，我也乏了，脱了外衣就准备睡觉。就在我吹熄蜡烛躺进被窝的那一刻，房间里骤然一冷，就像3伏天被人一脚踹进了冰窖。我吓得一个机灵，裹紧了被子。谁在那里？没有回应，只有窗外的月光惨白惨白的照进来。我咽了口唾沫，心里默念着妖魔鬼怪快走开。突然我感觉身边的床榻往下陷了一块，好像有什么人躺了下来。我僵住了，连呼吸都忘了，比刚才更刺骨的寒意隔着被子传了过来。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是个男人的轮廓，高大结实，就躺在我的身边一动不动。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鬼压床，不对，这是鬼上床啊！我那死鬼夫君他回来了。我吓得魂飞魄散，想尖叫，却发现嗓子眼像被一团冰堵住了，发不出半点声音。我想逃，身体却像被钉在了床上，动弹不得。黑暗中我只能感觉到他冰冷的身体。我一夜没敢合眼，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身边的寒意和重量才骤然消失。我猛地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床的另一边空空如也，只有被褥上的褶皱证明着昨晚的一切不是梦。我看着那块写着顾昭的牌位，腿一软，直接跌坐在地上。娘啊，你闺女可能真的要把死人念叨活了。从那天起，我的鬼夫君顾昭每晚都会准时回来，他从不说话，也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是悄无声息地来，躺在我身边，天亮前又悄无声息地走。他身上的寒气一天比一天重，冻得我每天晚上都要盖3层锦被。我从最初的惊恐到麻木，最后竟然生出了习惯。我开始尝试着跟他沟通。夫君啊，我知道你死得冤，舍不得我，但是人鬼殊途，你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你在下面是不是过得不好？缺钱花吗？要不我给你烧点。说干就干，第2天我就去香烛店买了一大笼纸钱，还在院子里画了个圈，一边烧一边念叨：顾昭夫君收，独家赞助，别人不许抢。说来也怪，那天晚上他身上的寒气似乎轻了一点，我心里一喜，于是烧纸钱烧得更勤快了，从普通的纸钱升级到了大额冥币，还给他烧了大房子。我的月钱一大半都贡献给了香烛店老板，老板见我就跟见财神爷似的，每次都热情地给我推荐新品。苏浅姑娘，您看这是咱们最新款的英才套装，穿上保证您夫君在下面横着走。我一咬牙买了。我的贴身丫鬟叫清河，是个胆小如鼠却忠心耿耿的姑娘。她看我天天跟魔怔了似的烧纸，吓得小脸惨白。小姐，您这是干嘛呀？我高深莫测地看了她一眼，压低声音：你不懂，这是夫妻间的情趣。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我那个爱管闲事的表妹林瑶来访之后。林瑶是我舅舅家的女儿，从小就爱跟我攀逼。我嫁给牌位这件事，她明面上同情，背地里不知道笑了多少回。那天她来探望我，正撞见我在院子里给顾昭烧纸钱，她捂着嘴夸张地叫了起来：表姐，你这是做什么呀？顾家好歹是将军府，你这样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们苏家不懂规矩，搞这些迷信？我给我夫君送点军备，关你屁事！林瑶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最后她冷笑一声：好心当成铝肝肺，我看你是思念成疾，疯了！她走后立刻就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我娘，我娘当场就炸了，风风火火地冲进了我的院子。苏浅，你个死丫头，你是不是中邪了？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我娘就拉着我的手哭天抢地。可怜的女儿啊，都怪娘让你嫁给一个牌位，把你给逼疯了。你放心，娘给你请了得道高人，一定能把你身上的邪气驱除了。第二天，一个身着八卦袍、留着山羊胡的道士就被请进了府。道士自称玄虚道长，号称能捉尽天下妖邪。他围着我的院子转了一圈，面色凝重。令千金这院子阴气极重啊，必是有元鬼作祟。我娘吓得脸都白了，连忙塞过去一袋银子。道长，求求您救救我的女儿。玄虚道长掂了掂银子，满意的点点头。好说好说，今晚子时待贫道开坛做法，定将那元鬼打得魂飞魄散。我一听急了，那可是我夫君。我冲上去想拦，却被我娘死死抱住。苏浅啊，你清醒一点，那是害你的恶鬼啊。娘，他没害我，他就是有点费钱和被子。此时玄虚道长准时开坛，他在院子中央摆开法阵，桃木剑、黄符纸、糯米、黑狗血一应俱全，看起来专业的不行。夫君啊，你今晚可千万别回来啊，家里来了个狠人，要削你啊。玄虚道长开始舞动桃木剑，嘴里念念有词，跳大神一样跳了半天。院子里的温度好像没什么变化，我心里稍安，看来我夫君今晚有事不回家了。玄虚道长额头见了汗，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对劲。这元鬼甚是狡猾，躲着不出来，待贫道使出独门绝技天师引魂咒。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罗盘，又开始念些我听不懂的咒语。念着念着，院子里平地刮起了一阵阴风，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不靠谱的道士还真把我夫君给招过来了。果然，院子里的温度开始下降，我娘和清河都忍不住打哆嗦。玄虚道长却面露喜色，来了来了，孽畜还不速速现形！他话音刚落，我房间的门吱呀一声自己开了，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了出来。月光下，他穿着一身黑色锦袍，身形如松，面容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看不真切，但光看轮廓就知道是个顶级帅哥。他身上散发的寒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凛冽，院子里的花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上一层白霜。我娘和清河吓得尖叫一声，躲到了柱子后面。好胆，竟敢现身！看我天雷符！黄符竟在半空中扑的一下自燃了，化作一小撮灰烬，飘然落地。玄虚道长愣住了，这不应该啊！他一咬牙，又掏出一把糯米，大喊着朝顾昭撒去。糯米就像撞到一面无形的墙，纷纷掉落在顾昭脚前半米远的地方。顾昭终于有了点反应，他微微偏了偏头，似乎在看那个上蹿下跳的道士。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嫌弃。玄虚道长这下真的慌了，他把桃木剑舞得虎虎生风，使出了浑身解数。可顾昭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仿佛在看一只表演杂耍的猴子。玄虚道长慢慢被冻出2行清鼻涕，他想吸回去，结果刚一吸，那2行鼻涕就在他的人中上冻成了2条晶莹剔透的冰溜子。玄虚道长愣住了，摸了一下鼻子下面的冰溜子，被吓得连滚带爬地跑走了，一边跑一边哭喊：我的妈呀，1000年冰魄啊！这轨道性太高，贫道受不了啊！银子还你！我看着顾昭，他好像也看了我一眼，然后他转身默默地走回了房间。我娘和清河已经吓傻了，我却不知为何心安定了下来。从那天起，再没人敢来我的院子捉鬼了。我烧纸烧得更加心安理得，嫁给一个鬼也挺好的。他安静，不吵不闹，不沾花惹草。虽然冷了点，但夏天能省下不少冰块钱。有一次我睡到半夜，被子掉了，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帮我盖上了被子，动作轻柔又带着笨拙。我开始给他烧更高级的东西，金元宝、银元宝，甚至还有纸糊的丫鬟仆人。我一边烧一边念叨：夫君啊，你在那边也得有人伺候，别老亲力亲为的，多掉价。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极轻极淡的叹息。我开始变本加厉，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手里买来了一套从西洋传过来的通灵神器。清河看我抱着个画着乱七八糟字母和数字的圆盘，眼神更加关爱了。晚上等顾昭照例躺下后，我把蜡烛点上，把碟子放在桌子上，深吸一口气，把手指放了上去。天灵灵，地灵灵，夫君快显灵！手指下的碟子轻轻地动了一下，我心里一喜，清了清嗓子：请问你是我的夫君顾昭吗？碟子慢悠悠地滑到了诗字上。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碟子滑到否字上。是钱不够花吗？碟子犹豫了一下，滑向了诗。那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我给你烧。碟子在桌子上打转，
最后颤颤巍巍地拼出了3个字：金元宝。我愣住了。就这，第2天，我揣着我爹给我的零花钱，把全城香烛店的金元宝都包圆了，拉了整整1车回来。那场面比过年还壮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要开银行。我正指挥着下人把金元宝往院子里搬，准备晚上大干一场。突然天光骤变，天空瞬间暗了下来，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股比顾昭身上更加威严、更加令人窒息的寒气从天而降。突然天光骤变，天空瞬间暗了下来，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股比顾昭身上更加威严、更加令人窒息的寒气从天而降。整个苏府的人都吓傻了，纷纷跪倒在地，只有我还傻站着，抱着一个巨大的金元宝不知所措。云层中金光乍现，一对对身穿金色铠甲、手持长戟的天兵天将踏着云雾缓缓降落，将我家小院围得水泄不通。为首的一名神将抱头环眼，声如洪钟：奉天地谕令，捉拿私自下凡、玩忽职守的兵神顾昭，速速出来受俘！整个院子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懵了，全都瞪大眼睛看看天上的神仙，又看了看我。哪个顾昭？我那个牌位上的顾昭。就在这时，我的房门开了，那个我只有在夜里见过的身影，第一次在白天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剑眉星目，鼻梁高挺，那是一张俊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脸。我脑子一片空白，手中的金元宝啪嗒一声掉在地上。我脑子一片空白，手中的金元宝啪嗒一声掉在地上。为首的雷霆神将看到顾昭，眼睛一瞪：顾昭，你果然在此，竟敢假死欺君，逗留人间，还不快快跟我们回天庭领罚！顾昭皱了皱眉，似乎嫌他们太吵。他轻轻抬起手，打了个响指，咔嚓一声清脆的声响，院子里的温度骤降。天上那10万天兵天将，连同那位威风凛凛的雷霆神将，就在我们眼前，连人带坐骑被冻成了形态各异的冰雕，还保持着刚才威严的姿势，看起来有点滑稽。顾昭做完这一切，转过头，眸子落在了我身上。他看着我，又看了看满院子的金元宝，沉默了片刻，然后叹了口气：这个烧起来烟火气太重了，还没什么用，下次直接换成真金白银，那个是硬通货，好用一点。全家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们看着满院子的冰雕神仙和我那个正在认真科普冥界通货的鬼夫君，集体石化了。这个世界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我们看着满院子的冰雕神仙和我那个正在认真科普冥界通货的鬼夫君，集体石化了。这个世界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我爹的反应最快，他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朝着顾昭的方向猛磕头：上神恕罪，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不知上神大驾光临，还把女儿嫁给了您的牌位。我娘也反应过来了，跟着跪下，一边磕头一边哭：上神啊，我家倩倩就是嘴碎了点儿，但心是好的。她给您烧了那么多东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您可千万别削她啊！顾昭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都起来，吵死了！我爹娘立刻噤声，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跟两只鹌鹑一样。顾昭的目光重新落回我身上。你每天都在念叨什么？我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他看着我窘迫的样子，似乎失去了耐心，摆了摆手。随后他转身看着院子里那群栩栩如生的冰雕艺术品，又叹了口气，然后随手一挥，那些冰雕瞬间化为一滩水，然后又蒸发成雾气，消失得无影无踪。刚刚还黑云压城的天空瞬间恢复了清明，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刚刚还黑云压城的天空瞬间恢复了清明，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只有我爹和下人们一张张见了鬼的脸，证明着刚刚魔幻的场景。去做饭，我饿了。你不是天天都在牌位前摆吃的吗？看你做的那个东坡肉好像很不错。你这神怎么回事啊？偷吃祭品也就算了，你还……他一个眼神扫过来，那眼神没什么情绪，就是单纯的冷。我立马怂了，后面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还想吃点什么？我这就给您做。于是在这样一个魔幻的下午，我开始给我那离家出走的神仙夫君做接风宴，而我的神仙夫君顾昭上神就大马金刀地坐在我的闺房里开始补觉。我爹娘战战兢兢地守在门口，不敢进来也不敢走。小姐，姑爷他真是神仙啊！不然呢？你见过哪个鬼那么挑食？我没好气地剁着案板上的五花肉，饭做好了，4菜1汤都是家常菜。我端进房间的时候，顾昭刚刚睡醒，他坐在桌边看着眼前的饭菜，拿起了筷子，动作优雅，姿态金贵，仿佛在参加天庭的蟠桃盛会。
比天庭的露水好吃，以后的饭菜你都包了。就这样，白天他名义上是我战死沙场的夫君，实际上是个宅在我院子里吃了睡，睡了吃，偶尔看看书的无业游民。晚上我们还是分被窝睡，因为他身上的寒气虽然收敛了很多，但依旧动人。以前我是个给鬼夫君烧纸的望门寡，现在我是个给神仙当厨娘的倒霉蛋。而且这个神仙不仅嘴挑，还特别懒。苏浅，给我倒杯茶。苏浅，帮我把书翻一页。苏浅，我肩膀有点酸。顾昭，你好歹是个上神，能不能自己动动手？我下凡是来历劫的，不是来干活的，体验生活，懂吗？你管这叫体验生活？你这叫提前过上退休养老生活。顾昭在我家赖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他成功的从一个高冷上神变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学会了挑食的废神。今天的鱼有点腥，明天的青菜不要放蒜。我想吃辣的，但又不能太辣。这天我在厨房研究一道叫冰火两重天的新菜，试图满足他那刁钻的胃。突然清河连滚带爬的跑进来，陈小姐不好了，又来了一帮神仙！陈小姐不好了，又来了一帮神仙！我手一抖，一整盘辣椒都倒进了锅里。又来？这次是什么阵仗？这次不一样，来的是个女的，长得可好看了，穿着一身火红的裙子，一来就指名道姓要顾昭上神。我心里咯噔一下，女的找顾昭，我脑子里瞬间脑补出了10000字的神仙狗血花本子，什么痴心仙子为爱下凡，什么负心上神抛弃弃女。我擦了擦手，拎着锅铲就冲了出去。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狐狸精敢来撬我墙角。虽然我这墙角有点冻脚，院子里站着一个明艳动人的女子，她确实美，美得极具攻击性，一身火红的长裙像燃烧的火焰，衬得她肌肤胜雪，眉眼间带着一股天生的骄傲。顾昭哥哥，我可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躲到这种地方来了，害得人家好找。顾昭哥哥，我可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躲到这种地方来了，害得人家好找。他说着就要往顾昭身上贴，顾昭的反应比我还快，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3米开外，一脸嫌弃地看着他。赤渊，我跟你说过，离我远点。你怎么这么无情？天帝都快被你气死了，你私自下凡，还把雷霆神他们给动了，现在整个天庭都乱套了。他一边说，一边眼尖地发现了我。你就是那个凡人女子，顾昭哥哥，你是不是在凡间待久了，眼神都不好了？快跟我回天庭吧，我爹爹说了，只要你肯回去，之前的事既往不咎，也可以马上为我们举办婚典。我手里的锅铲握紧了，婚典？好家伙，我这还没离婚呢。顾昭的脸色更冷了，他看着赤鸾，我的事轮不到你和你爹做主，这里不欢迎你。我是为了你好，你堂堂上古冰神顾昭，怎么能跟一个凡人厮混在一起？他有什么好的？他能陪你万年不死吗？他能跟你一起参悟大道吗？他只会拖累你。他会不会拖累我，不劳你费心。他做的饭比你的火烧云好吃10000倍。他会不会拖累我，不劳你费心。他做的饭比你的火烧云好吃10000倍。我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干得漂亮。虽然你又懒又挑食，你还动人，但你这张嘴总算在关键时刻有点用。好一个凡人！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留住顾昭哥哥！我今天就烧了你这破院子，看你还怎么给他做饭！火焰化作一条火龙，咆哮着朝我扑来，我吓得手里的锅铲都掉在地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冰墙拔地而起，挡在了我的面前。赤渊，你敢动他一下试试？那一刻，院子的温度降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连赤鸾这位火神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你为了一个凡人，竟然要对我动手！顾昭，你疯了！滚！别让我说第3遍。赤鸾死死地咬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最终还是没敢再动手，而是化作一道红光冲天而去。院子里恢复了平静，我看着顾昭的背影，心情复杂。他这是在保护我吗？我看着顾昭的背影，心情复杂。他这是在保护我吗？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听见顾昭头也不回的声音传来：愣着干什么？锅里你的辣子鸡要糊了。好吧，我收回刚才的感动。他保护的不是我，是他的饭。虽然顾昭嘴上说是为了他的饭，但我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比如他看我的时间变长了，以前他都是瘫在椅子上，眼神放空，思考神圣，现在他会盯着我看，看我摘菜，看我烧火，看我念叨。一天
我的表哥苏恒从外地游学回来了。我表哥是个温润如玉的读书人，跟我青梅竹马，感情甚好。他一直以为我嫁给牌位过得凄苦，这次回来特地带了很多礼物来看我。芊芊，你受苦了，这日子怎么过啊？要不我去跟姑父说说，让你……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感觉周围的温度骤降。怎么突然这么冷？我一回头就看到顾昭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俩拉在一起的手，他的眼神比上次赤鸾放火时还冷。我一回头就看到顾昭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他的眼神比上次赤鸾放火时还冷。我吓得赶紧把手抽了回来。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夫君顾昭。这介绍说的我自己都心虚。表哥震惊的嘴巴张成了 O 型，他看看我，又看看顾昭，再看看墙角那个孤零零的牌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顾昭根本没理会我表哥的震惊，他走到我身边，把我往他身后拉了拉。你是谁？表哥被他看得发毛，但还是维持着文人风骨，拱了拱手。在下苏亨，是浅浅的表哥。顾昭瞥了一眼我刚才被表哥拉过的手，男女授受不亲，以后离他远点。这话说的好像我俩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一样。他是我表哥，亲的像一个娘生的那样亲。那也不行，你是我的娘子，就不能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他说的理直气壮，仿佛他不是那个在我家蹭吃蹭喝的废神，而是真的履行了夫君职责一样。他说的理直气壮，仿佛他不是那个在我家蹭吃蹭喝的废神，而是真的履行了夫君职责一样。顾昭，你讲不讲道理？我嫁的是你的牌位，我们拜堂的时候你还在天上逍遥呢，现在你倒管起我来了。总之不行。顾昭被我噎了一下，然后他就不理我们，转身回屋了。表哥在我身边目瞪口呆。浅浅，这位妹夫他是不是在吃醋啊？那个七情六欲都快冻没了的上神，他会吃醋？怎么可能？他肯定是觉得我这个厨娘跟别人跑了以后，就没人给他做饭了。对，一定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天，顾昭的行为越来越奇怪。他不再宅在院子里了，我去哪儿他跟到哪儿。我去厨房，他搬个椅子坐在门口看；我去花园，他跟在后面。美其名曰巡视本神的私有财产。我去跟我娘聊天，他就坐在旁边喝茶，一言不发。最过分的是，我表哥再来找我，他直接把人堵在门口。他很忙，没空见你。他要给我做饭，没空见你。他要给我洗衣服，没空见你。表哥最后落荒而逃，走之前给我留下一个你自求多福的眼神。晚上，我忍无可忍的把一盘辣到可以喷火的辣子鸡重重的放在他面前。顾昭，你到底想干嘛？他夹起一块鸡肉，面不改色的吃了下去，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没什么。那你为什么天天跟着我，还把我表哥赶走？苏倩，你是本神的妻，虽然拜堂的时候我没到场，虽然成亲的缘由很荒唐，但天道姻缘簿上你我的名字已经写在了一起，所以你是我的，谁也不许碰。从顾昭单方面宣布了对我的所有权之后，他的行为就越发肆无忌惮。他不仅要霸占我的时间，还要霸占我的床。当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霸占，他依旧是睡在床的另一边，但不再满足于分被窝了。他要求必须盖同一床被子，美其名曰阴阳调和。我严词拒绝，结果当天晚上我的3床锦被全都被他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坨坨，根本盖不了。我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最后我屈服了，我哆哆嗦嗦地钻进了他的被窝。出乎意料的是，被窝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冷，他似乎是刻意收敛了寒气，只留下一丝丝清凉。黑暗中我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第二天，天庭又来人了，自称是太上老君的仙童。他提着篮子，一见到顾昭就哭丧着脸。顾昭上神，您就高抬贵手回天庭吧，您再不回去，天帝的胡子都要好土了。别废话，有事说事。您前天是不是夜探了兜率宫，拿走了我们老君刚炼好的9转还魂丹？味道不错，入口即化，就是甜了点。那是给天帝预备的。您是不是还顺手牵羊，摘了蟠桃园王母娘娘最宝贝的那几颗9000年一熟的仙桃？我娘子喜欢吃甜的，尝尝，这个比凡间的桃子好吃。我捧着那颗传说中的仙桃，手都在抖，这可是能长生不老的玩意儿，他就这么给我拿来当零食了。仙童已经快要昏过去了，他颤抖地指着院子里正在晾晒的衣服，只见2件衣服之间牵着一根发光的红绳。上神啊，您还把月老的红线拿来！上神啊，您还把月老的红线拿来！哦，原来的绳子不结实，
这个韧性好。上神，我求求你了，您回去吧。你喜欢吃什么，我们给您做；你想要什么，我们给您送。您别在天庭进货了，行不行？再这么下去，天庭都要被您搬空了。天庭的东西不好吃也不好用，这里挺好的。顾昭嫌弃地把腿抽了出来，他这话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心头一跳。仙童没办法，只能留下一个篮子哭着走了。我打开篮子一看，好家伙，里面装满了各种仙丹仙果，还有几本闪着金光的天庭食谱大全。顾昭，算朕求你了，想吃什么，照着菜谱点，朕派御膳房给你空运过去，别再自己动手了。从那天起，我们家门口每天都有天庭人员准时来送货。今天送来东海龙王的夜明珠，说是顾昭觉得烛火太暗；明天送来织女的云锦，说是顾昭嫌凡间的布料太糙；后天甚至牵来一只麒麟幼崽，说是顾昭觉得院子里太单调，缺点生气。顾昭上身悠哉悠哉地躺在院子里，指挥着麒麟去给他摘树上的果子，一边吃一边看我忙前忙后。他的节操连同天庭的财宝一起掉了一地。我终于明白，他不是来历劫的，他是来享受的，而我是他钦定的御用保姆。我终于明白，他不是来历劫的，他是来享受的，而我是他钦定的御用保姆。我狠狠地瞪着顾昭，他却握住我的手，掌心温暖，毫无寒意。原来他早已用仙力为我重塑体质，不惧寒气。后来苏家那位神仙姑爷的故事成了京城茶楼里最引人入胜的谈资。人们都说那位上神冷若冰霜，唯独对自己的凡人妻子才会融化，甚至不惜将王母娘娘的仙桃拿来给他当零嘴，惹得全城的闺秀又羡又妒。而我也早已不是那个对着牌位垂泪被全城人同情的望门寡，神仙的专属厨娘这个身份竟成了我最甜蜜的骄傲。我们的小院仿佛成了独立于三界之外的一方天地，月老的红线在风中晾晒着，沾满了人间烟火气。年幼的麒麟会温顺的用头蹭我的手，再听话的去够树上最甜的果子。顾昭常常会搬一把躺椅，静静地看着我在院中忙碌，他清冷的眉眼间会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温柔。谁能想到，这场始于老树枯荣，定于父母之命的荒唐娃娃亲，竟真的跨越了人与神的界限。那块冰冷的牌位终究化作了我身边最温暖的守护，成就了一段只属于烟火与仙气的旷世情缘。